如果你正在准备买一个折叠屏的手机，那么我建议你看完这个影片，再仔细想想，你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折叠屏的手机？那么如果你看完之后还要买的话，那么就请你再看一遍。当然啊，如果你的朋友也准备要买一个折叠屏的手机，那么请你赶快把这个视频发给他，这可能是最有用、最全面的有关折叠屏手机的劝退视频了。说起折叠手机啊，现在特别火。这不这两天发布了一个折叠屏手机 OPPO Find N， 让折叠屏手机呢又火了一把。其实吧，每出一款折叠屏手机，大家都会非常关注。主要呢是现在有很多新技术都会放到折叠屏的手机上，好像说起折叠屏就代表了创新和最前沿的技术。这也是为什么它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，稳稳地坐在了旗舰的宝座上。其实价格贵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它用了一块柔性屏幕，而是根据这块屏幕研发和建立的一整套实用的方案。各大厂商呢，其实都在不断的探索手机和平板之间的边界。手机呢是越做越大，而我们的手呢却没有变大。于是呢，就开始探索另外一个形态，把屏幕呢折叠起来，来增大显示的面积。那么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原材料摆在这儿，那么就看你商家怎么做了。那么如果能直接把方案拿过来，照抄一下，呸，照葫芦画瓢，呸，借鉴一下，那成本是不是可以控制住了呢？那么就有这么一款折叠的手机，它的技术方案是借鉴的，它的名字是借鉴的，甚至它的包装都是借鉴的。它就是三星，不是，它就是小米的 Mix Fold。Walking with me and you be a cushion, go slow and color is slow and dream away in the diamond sky, shining bright, beautiful. 其实啊，之所以这个时候入手，主要的原因呢，其实就是价格。一开始发布的时候呢，我就关注了这款手机，时隔半年，价格也跳水了将近一半。使用了一段时间啊，我觉得问题还是挺多的，多到我开始怀疑折叠屏存在的意义，它是不是真的有必要？这台 Fold 呢，我其实一直想拿它当做主力机来用，我是真心想着从此我就进入折叠屏的阵营了。箱咱们就不开了，反正网上也有好多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和三星的包装真没什么区别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开始正经聊了。没关注的呢，走一波关注啊，这样以后我的视频你就不会错过了。那么这个折叠屏的形态呢，是不是能满足你的日常所需？优点多还是缺点多？第一就是这个形态，它这种不对称的形态呢，本身用的就很难受。左边是个直边，右边呢是个弧边，左边光滑，右面呢一个大缝子，看着就非常难受。拿在手上，右手还好，至少能勉强摸到指纹键。那么如果你是个左撇子，那就无论如何都摸不到了。你确定这是陪伴你每天最长时间的电子设备吗？那么第二点啊，那就更不能忍了，那就是重量。不信你看看马路上那些用折叠屏的哥们儿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那一定是手里握着，他是真的没有地方放。无论你是坐着还是站着，它都有很强的存在感。就算它做的再轻，它也会比一台普通的手机做的要重要厚吧。而这多出来的这些重量，将会是你以后日常的负重。你再想想，你是不是还真的需要它？那么第三呢，就是屏幕。这台 Fold 的奇葩屏占比，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你日常用的最多的一定是外屏，而这个外屏恰恰又是最难用的那个。首先，你用它做什么都会很别扭，由于屏幕比例的原因，显示的所有内容都会小很多，而且这么长的一块屏幕竟然没有单手模式，这样你就非常想打开手机的大屏来看看里面的内容，而打开之后呢，要么是没有优化的应用界面，要么是需要2个手来处理的操作。如果你是在外面，另一只手拎着东西或者打着雨伞，那么你的一只手就要承担起所有的工作。而当这些工作你一只手无法完成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抓狂。具体到这台 Mix Fold， 外屏有90赫兹的高刷，内屏却没有；外屏有 DC 调光，内屏也没有。感觉内屏就是来凑数的。
你卖的东西的噱头就是大屏，而大屏确确实实最差的那个。还有啊，就是这个折痕，每一次你在滑动的时候，都会非常明显的感知到这一个凹痕的存在，而这个凹痕会陪伴你很久很久很久。内屏的手感啊，就像贴了一张非常廉价的塑料膜。由于是借鉴的三星 Fold 的方案，横装的屏幕，所以在刷新率跟不上的情况下，一块果冻屏在所难免。抄作业连错题一块抄过来了，这明显不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应该干的事儿吧？并且内屏没有摄像头，这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你所有的视频和拍照的操作都要用外面这块小屏幕来完成，而这种场景是你以后用这台手机的常态啊。那么接下来最糟糕的就是系统的生态，这不光是小米一家，而是安卓的整体的大屏体验都非常差。哎，不是啊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啊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乐色。体验上的割裂感是非常严重的。小屏上呢，文字太小，看不清；打开大屏之后呢，完全没有优化的界面呢，瞬间变成老人机的即视感。比如这个淘宝，你自己看看，你看这怎么用？这种情况啊，其实还有很多。还有这个 PC 模式啊，我真的想不到能做什么，除了借鉴一些桌面的元素，软件优化也是乱七八糟。有的应用打开呢，就是窗口模式不能全屏。有的内外屏切换还需要重启，想想我以后都要长期的忍受这种体验。我最终还是换回了我的三星 S20。其实不光是这台小米的 Mix Fold， 而这是折叠手机的通病，简单粗暴的把画面放大，没有真正体现出来大屏的优势。当然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，比如说分屏，这一点 OPPO 做的就很不错，相当于左右两部手机，左边是列表，右边是内容。但是视觉体验上并没有提升，那就是两部手机平行着拿呗。可视面积没有真正的放大，没有发挥出来大屏的真正优势。外屏呢太小，内屏又做不好，留下的呢就只剩下外屏和内屏来回切换的这种糟糕的体验。接下来的这几个使用场景呢，你一定会遇到，这应该是我们使用智能手机的大部分场景。那么折叠屏幕的手机真的就比普通手机更有优势吗？这么大的屏幕，打游戏一定很爽吧？王者荣耀的视野，我其实并没有觉得增加了多少，相反呢是人物放大了，感觉画面更拥挤了。小鲁班被拉伸成了个大胖子，而和平精英的视野呢，的确是增加了，是这样增加的，只是上下增加了很多，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我选了一条什么样的裤子，也让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天高，什么叫地厚。然后呢，就是办公打字。其实对于我这种文字工作者来说，我一直向往着这样的场景：随时随地打开手机，输入一段优美的文字，任何时候都能记录我美妙的灵感。但是我还是太天真了，打字的体验实在是太糟糕了。放在桌上是这样的，拿在手上呢又太大，外屏呢又太小，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输入方式。看来还是我的 iPad 加键盘方便很多呀。那么你一定会说，看视频总还是不错的吧？这里面这块大屏幕打开之后，的确有很大的视觉冲击力，再加上哈曼调教的这个音效，辨识度也非常高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拿看视频来说，去了黑边，它比我的三星 S20 加其实也没大多少。其他的场景，我的 S20 加好像更能胜任我的日常的工作。无论是手机的整体设计，还是系统的那糟糕的软件适配和所谓的优化，造成的这种使用体验上的割裂感会一直陪伴着你。对于手机来说，这种形态没有做到真正的轻巧便携、简单实用；对于平板来说，它也没有很强大的功能、优化完善的系统，也更别指望它能成为一个生产力的工具。Mix Fold 注定是一个补位的产品，这么做呢，的确是符合小米的商业策略。而对我们消费者来说，这样真的公平吗？ Mix Fold 这台手机全身充满了太多的无所谓、将就的设计细节，自己对折叠屏以及它后期的表现都那么不自信，你又怎么能让身为消费者的我们为之而买单呢？在探索的路上，不断投入，不断努力，不断突破，哪怕只好1%，我们也愿意多投入100%。这句话就印在包装的盒子上。那么这句话里所说的投入，是小米对产品研发的投入，还是身为消费者的我们对小米的投入呢？
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谢谢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